马丽当初在宋云画身上受的委屈，沈腾在抓娃娃里替她狠狠还了。我是觉得特别受不了一些没有幽默感的人，就是在把握一个喜剧的热度。其实刚开始，电影《西红柿首富》的原定女主是马丽，最初剧本设定男女主是青梅竹马，马丽本人还在开拍前就跟着剧组四处进行线下宣传。可就在众人期待神马 CP 再度登上大荧幕时，结果因为一股神秘力量的介入，开机时女主马丽突然被换成台湾演员宋云画，男女主也由青梅竹马改成了领导和秘书。虽然该电影票房高达25亿，但沈腾却说这是他最不喜欢的电影，甚至一向高情商的他在活动中公开为马丽打抱不平。最终通过了什么手段得到了导演的认可？或许是为了弥补马丽未能出演下烛的遗憾，在抓娃娃中，两人再次合体饰演夫妻。剧中的马成刚是二婚，还有二胎，和西红柿首富的结尾生二胎相呼应。而影片最后，马丽身后的向日葵，则是当初夏洛对马冬梅的10年之约。我告诉你，马冬梅，到时候我把欠你的所有的浪漫我全还你。到时候我要你送我一屋子的向日葵。更有网友表示，哪怕这部电影是一坨大便，就冲着这对 CP 也要走进电影院尝着咸淡。其实也不怪网友磕得上头，因为无论是话剧、小品还是电影，两人的合作都默契十足，甚至称得上亲密无间。要知道，沈腾可是出了名的懒，能躺着绝不坐着，能坐着绝不站着，可他却横跨了半个地球，只为给马丽一个惊喜。怎么会是你？你怎么来？你都不告诉我。为的就是这一刻呀！通过他对杨幂的差别对待，就足以证明马丽在沈腾心中的分量。就在某活动中，因为杨幂身穿长裙，脚踩恨天高，极其不方便，所以提前叮嘱沈腾下台阶时搭把手扶一下。结果沈大爷扭头就给忘得彻彻底底，导致身后的杨幂伸手伸了个寂寞。说好的服我男人的嘴。可面对马丽，压根儿不用打招呼，哪怕是一个小台阶，沈腾都会小心上前搀扶。可以说，沈腾对马丽的偏爱早已刻在了骨子里。就在快乐大本营的舞台，节目组要求他找圈内好友借钱时，沈腾二话不说拨通了马丽的电话。结果一听到对方嗓子不舒服，直接急了，直接把节目组的任务抛到了脑后。喂，你好。嗓子怎么了？两人多次亲密互动，让观众认为神马组合就是两口子。认为马丽跟沈腾得是两口子似的啊，有人会这么想，我就这么想。看到这一现象，沈腾妻子王琦自然是心中不悦，甚至在节目中公开阴阳两人关系。刚刚才吻了玛丽，我得把嘴洗。或许是为了避嫌，两人之后鲜少合作，哪怕后期参加活动，马丽始终和对方保持距离。神马 CP 最终停留在了大屏幕中，成为了网友们心中的意难平。如今两人再次合作，彼时大家才发现，两人从籍籍无名到人声鼎沸的互相支持，他们之间或许早已超越了爱情，成为血浓于水的亲情。抓娃娃里的春兰，未能参演的夏竹，我和我的家乡里的秋霞，和夏洛特烦恼里的马冬梅，也象征着沈腾带领马丽走过的一年四季。